Brüder Grimm. 月亮。从前从前有一个国家，那里的夜晚黑黢黢的，天空中没有月亮或星星闪烁。有一天，4个年轻人外出旅行，来到了邻国。他们发现，到了晚上，会有一个光球挂在树梢，洒下一片柔和的光。虽然没有太阳那般耀眼，但一切还是清晰可见。年轻人向路过的农夫请教 Hello， 请问那是一盏什么灯呢？那是月亮，农夫回答。我们的镇长花了3枚银币买来，挂到树上，还得天天擦油，保持光泽，这样它才能一直发光。镇长每周都要收取1枚银币的钱呢。等农夫走后，拜拜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这盏灯我们很需要，要是半夜不用在摸黑走路，那该多好啊！”第二个人说：“对，他们可以再买个新的嘛。”第三个人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会爬树。”于是他爬上去，在月亮上挖个洞，穿了绳子，把月亮慢慢放到地面。第4个人找来马车，就这样，他们顺利将月亮带回故乡，把它挂在了一棵高大的橡树上。月亮照亮田野，家家户户都有了光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小矮人从黑暗的岩洞里跑出来，小精灵也在草地上围成圈跳舞。4个年轻人负责给月亮上油和清洗，每周收取1枚银币的报酬。后来，他们渐渐地老了。第一个人临死之前，要求把属于他的1/4月亮一起埋葬。他死后，村长爬到树上，剪下了1/4，放进了他的棺材里。月亮的光减弱了点，但不是很明显。到第2个人过世的时候，也拿走了1/4，月亮的光芒又弱了些。当第3个人死去时，同样的也带走1/4。这下月光变得更微弱了。等最后1/4的月亮被埋进坟墓，黑暗重新笼罩了整个国家。人们晚上又再度提着灯笼出门。月亮的4个部分在地下合而为一，冥界变亮了。死者纷纷从沉睡中苏醒，月光对他们而言刚刚好，因为他们的眼睛虚弱，受不了强烈的阳光。他们高高兴兴地像过去一样生活，有的打牌，有的跳舞，甚至呢跑去喝酒。酒醉后起了冲突，互相斗殴，吵吵闹闹的声音传到了天堂里。看守天堂大门的圣彼得以为下界发生了暴乱，就亲自下凡查看。他让死者们安静下来，回到自己的坟墓，然后带走了月亮，将它挂到天上。于是，夜空中从此有了月亮。